嘴炮康纳尔作为 UFC 历史上最出圈、最火爆、最有知名度的选手，可以说是 UFC 历史第一超巨，也可以说是独一档的超级巨星。最近嘴炮回归的事儿也是传得沸沸扬扬，据说是要大战霍洛威啊。他回不回归的事儿咱先不管了哈，他骗咱不是一会儿两会儿了。就这么来看的话，就是回来钱德勒指定也是没戏了，而且老钱大概率也是不会再尊重天佑霍洛威了，也无所谓，反正咱今天聊的话题跟康纳尔回归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主要是萨少爷最近又谈到，康纳尔之所以这么成功，他的实力占7成，炒作占3成，而帕迪呢老是学康纳尔，他的实力只有1成，他的炒作占9成。帕迪这个没啥毛病，但是康纳尔这个他的实力绝对是被低估了。在康纳尔爆火之前，他的实力真的是满足了他成为巨星的所有条件，而康纳尔的炒作我感觉更像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。论实力，康纳尔在当时的羽量级断档级别的领先，几乎每场比赛都是摧枯拉朽碾压式胜利，6场比赛5场终结，钻石霍洛威、门德斯国王都是其手下败将。升入轻量级那是彻底军训冠军阿瓦雷兹，当时的阿瓦都被称为最水冠军，然后把盖奇给军训了。首先康纳尔的实力就是极其出色的，在当时的羽量级和轻量级就大概不如小鹰一个人。论观赏性，在康纳尔之前小级别有如此炸裂的 KO 机器吗？康纳尔的比赛又强又有观赏性，你现在看他的比赛还是感觉飘逸和灵活。论实力，康纳尔绝对是战力天花板，第一代顶尖的战力打击手。康纳尔的战力打击水平我心中的 UFC 历史前3，仅次于佩拉和蜘蛛。然后再论观赏性，独特的空手道报价，然后极其飘逸的拳法，反应快，能打出各种角度的影击拳，就是一杆狙击炮。康纳尔就是一个实力和观赏性都达到顶峰的一个选手，而且我们的康纳尔老师还有一个极其恐怖的出勤率。2015年1年3场比赛拿了个羽量级的临时冠军，还有一个正式冠军。其实康纳尔在羽量级1年打3场比赛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他那大体格子在羽量级跟怪兽一样，每次减重都得减成干尸，所以说我们管他叫干尸炮嘛。而到了2016年，嘴炮直接放飞自我，先连升2级，升到次中，跟小马干2场，送他点养老保险，然后又降到轻量级，顺便拿了个双冠，1年又3场比赛。论出勤力这一块，康纳尔也是劳模。除此之外，康纳尔的很多荣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，比如说第一个同时持有双级别腰带的选手，第一个小级别打法如此炸裂 KO 率如此高的选手，而且除此之外，康纳尔长得还挺帅的，特别是羽量级的干尸炮，这属于是又帅又有压迫感了。然后的话就是康纳尔的炒作能力了，真的就是一个天生的流氓演说家，任何动作任何嚣张的话在他嘴里说出来就是那么的自然，什么红裤衩之夜，什么嚣张的康纳尔步啥的。不得不说康纳尔的炒作很有水平，逼格非常的高，但是每次康纳尔能炒作成功还是基于他每场关键战都能赢。就比如说国王和阿瓦那2场，那2场都是腰带战，几乎是最重要的比赛都让他装里边大的彻底 KO 对手。他打小鹰那场不翻车了吗？不流量不全让小鹰吃了吗？就现在的小鹰还吸康纳尔的血呢，所以说还是实力重要。所以说在我看来，康纳尔之所以这么成功，实力至少占8成，炒作的话最多占2成吧。